fuck？ 总算呢，全部把这个黑色的东西全部打掉了。下一步再把一些锈除掉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装包围了。OK， 整个这个地方呢已经喷上了，然后我们就等它自然风干就可以了。上期我们将比较头疼的胶除掉，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。加拿大的天气也像是你那傲娇的女神一样，时冷时热。那么这期又有哪些新鲜事呢？这是2个灯架，能够看到很清楚啊，这上面已经锈迹斑斑。像这种情况呢，你重新打磨再补漆的话，它也会掉一些体，就是变薄一点，所以根本没必要这样做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把它架起来，然后就用到这个东西。看上面写了没有？它是一种可以马上将 rust to a protection payable service。有的时候它马上喷完过后，你就可以上一遍漆，你也可以不喷漆，就看你想不想要。趁着我们天色还没有黑呢，赶紧把这2个完成吧。喷之前呢，我们准备一个这样的盒子，以免撒的到处都是的。这是我的轮毂的盒子，轮毂已经装上去了，就把这些里面一些能用的东西，给它搭个小架子出来。好了。简易的架子也搭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先喷漆，喷完一遍过后，干了过后再翻个面，就是这样，一步一步的将它喷好。好啦，第1遍已经喷完了，然后我们过大概20分钟过后再喷第2遍。然后再翻过来喷一下，就差不多了。OK，let me do this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第2遍啦。OK， 再等20分钟，翻面。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个饭了。这是我做的秘制萝卜牛筋，哇，好香啊！来，你们先吃，来尝个萝卜。我靠，哇！有时候不得不佩服自己的手艺，真的好吃。这个萝卜也是如此的软烂。像这边的东西呢，我们就要用砂纸一点点把它打磨下，尽量的把它打磨。打磨过后的话，我们再过一遍这个黑漆，就让它保护起来。当然呢，做这种活的时候的话，还是要戴上口罩比较好点，因为这种铁锈吸入以后，对你的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喷漆的师傅，或者是很多做喷漆工作的都会有职业病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喷漆是件很贵的事情，至少在加拿大是这样。看到已经全部都干了啊！但是呢，我们之前不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铆钉吗？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开个口，然后把这边也补上。铆钉这个地方已经拆掉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要像做手术一样，把这里稍微拿砂纸先过一遍。还有这一块有一些小地方也是有点锈，稍微的过一下。然后等一下呢，就把这些地方全部都包进去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喷到到处都是。水好烫。
先把它擦一点点，擦干。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小地方，需要弄一下。把所有的水分都得擦一下，擦干，这样才不会喷不上去。因为有水你是绝对喷不上去的，你会流下来，流一堆。OK， 差不多了，应该喷到这里就行了。我们没有那种专业的隔膜，但是我们有这种垃圾袋，就相当于稍微剪一下，然后自己做一个就可以了。充分利用身边资源。就玩车这个东西啊，你得动脑才行。OK， 大致一面是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开始喷。在这边的话，因为我是做漆面，喷的稍微有点流，其实都没关系。哦shit，差一点，搞忘记了一点东西，还好没进去。小封口。OK， 等待20分钟。OK， 20分钟过后，这是第二层。好了，等它干。好玩的事情来了，随着你呢越拆越多，然后你会发现你要喷的地方越来越多。像这种东西，你看。它因为它锈了过后，会把这个锈啊带到这个上面，所以这一块也要喷。那我们的灯架呢，总算是喷好了，你看，黑黑的，非常完美。我们把它放起来，然后把那一块铁喷了。这个东西就非常有用，就可以把它这里做一个小支架，把它架起来，刚好呢可以架这个边边。我稍微把位置调一下，这样子更加喷得好一点。好了，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是。好了，这边也喷完了，然后我们下面也喷完了，好，这边我们也喷完了。Good。这样一来呢，我们装包围之前的准备工作就终于做完了。所以我讲过了，一定好好这一次把它做好，就一定会好好把它做好。虽然很多事情很多活比较累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能看到最终的效果比较好的话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好了，下期我们装包围，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